呦，我的好闺女，娘好心来看你最后一眼，你怎的还不咽气？耽误我们去县里置办新宅子呢？娘，呸！你不过是我爹的继室，分家的时候还哄骗我年纪小不懂事儿，把我爹娘留给我的黑土地和祖屋从我手里抢了过去。我的好继妹，什么叫抢？当年分家，祖屋30亩黑土地全归了我，这荒坡破窑分给你，都是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。你们把我撵到这寸草不生的荒坡，这10年，我爹娘留下的祖业养肥了你们，你们却连一口粮都不肯给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？你个贱蹄子！只有你死了，我们周家的全部土地才都是我林涛的。等你咽了气，我拿个张破席子把你卷出去扔荒坡里，连坟都不用立。10年了，我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荒坡像野狗一样苟活了10年，我不甘心饿死在这个鬼地方。孙翠、林涛，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。我不是饿死在破窑洞里了吗？这是打谷场。死丫头，祖老跟你说话呢，装聋作哑，想赖着家里的好地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你爹毕年前可是摁了手印的。祖屋和黑土都归我，你一个赔钱货，拿什么整？这是哪儿？有灵泉和田地，难道我有了神农空间？难道我重生了？重生回到了分家的当天，而且我还带回了一个神农空间，不仅能改良土地，还能快速出种。林涛、孙翠，这一世欠我的，我要你们连本带利全都吐出来。林杏儿，你还装旺是吧？你爹娘走得早，这些年我和我娘供你吃供你穿。今天分家，我跟我娘慷慨，把村外那半亩荒坡和那孔破窑洞归你。分给我半亩荒坡和破窑洞，这黑土地和祖屋可全是我父母留下来的。你也好意思说？哼！我告诉你，这个家里的东西都是我儿子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儿子争？那村外荒坡连草都不长，这怎么种粮食？还有坡上的破窑洞，逢雨就漏，刮风就透，人住进去熬不过一冬。这分明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！安静，杏儿，方才分的地和窑，你可有意见？现在夺回黑土地和祖屋，恐怕林涛、孙翠2人不会松口。没关系，我会让他们亲手还给我。没意见，我签。哼，算你死丫头识相！地我接了，窑我住了。孙翠、林涛，你们就等着遭报应吧！哼，我看他能撑几天。饿慌了，保准哭着回来求咱们收敛。到时候连荒坡和破窑洞也是我们的啦！白天那股凉意，绝对不是错觉。真的有用！
泉能让枯木逢春。半亩荒坡算什么？有这灵泉在，我照样能种出满苍凉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林涛、孙翠，你们那儿等着看我饿死，我偏要活出个人样来！这是周野哥，上一世我被赶到破窑洞，他经常来帮我送吃食。可惜我到死都还没来得及跟他说我的心意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再辜负他。周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杏儿，我听说分家的事儿了。这是我攒的玉米面饼，还有点咸菜，你先垫垫肚子。我偷偷拿出来的，我爹不知道。这地方怎么住人啊？杏儿，要不你去同里镇求求情，总比一个人在这儿熬着强。这荒坡不出粮，你可怎么过呀？不用求情，荒坡我也能种出东西，饿不死。杏儿，你就是太要强了。周野哥，你跟我来。周野哥，快看，这是我昨天种下的，已经长这么高了。这是你昨天撒的籽，怎么可能长这么快？这才1天啊！土底下有点潮气，碰巧长得快些，再过3天就能收菜了。3天收菜，我的好妹妹，你怕不是脑子坏掉了吧？哼，从古至今哪有3天就能生成的白菜？呸！装神弄鬼，指不定从哪挖来的苗摘进去了。你们种不出来，不代表我种不出来。3天后，我这片地一定能收菜。好啊，你这坡地要是3天能收上白菜，我当场把菜叶子生吞了，再给你磕3个响头。林涛那个人心窄，你这么说，他指不定背后怎么编排你啊。再说这菜，真能3天就熟吗？放心，3天后自有分晓。以前他总低着头，话都不敢大声说，现在他好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你哥和你后娘的性子，哪肯吃半点亏？3天后菜真熟了，他们铁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杏儿，你放心，我家虽然穷，但我会尽全力帮你的。周野哥，谢谢你，没事儿，这些菜长出来，我就直接拿到集市上买了去，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成了。杏儿，这真是3天前的苗。甜脆，这白菜比我家菜园子里种了2月的还好吃。周野哥，帮我找几个结实的箩筐来，我要去集市把这些菜卖了。杏儿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帮我守着窑洞，别让人动剩下的地。上一世，我连颗白菜都保不住。这一世，我要让全村人看看，荒坡地里长出来的不是杂草，是我的活路。我的天，杏儿，这是你种的白菜，真3天就收成了。这菜比我家菜园子种2月的还瓷实。白菜，新鲜的白菜，大娘要白菜吗？哟，这白菜咋这么水灵？开春这阵子天旱的厉害，集市上就没见过这么齐整的鲜菜。大娘，这是自家坡地种的，赶早砍的，还带着露气呢，3分钱1斤。给我来4颗。家里老小好久没沾青菜了，这么鲜亮的可遇不可求。这样，1贯钱，这些菜我全要了，正好回去给娃包个菜团子。1贯钱，好大娘，我这就全给你包起来。一共1贯钱，光靠卖小菜撑不起日子。要想真正翻身，
必须在荒坡种冬小麦，可现在的麦种和农具不好买。不管了，先去看看。掌柜的，上等红皮麦种什么价？8文1斤。今年天旱，收成本来就差，好麦种不多，要的多得提前订。卖菜的钱全拿出来，也就够买10来斤，撑死小半袋，连半亩荒坡都撒不满。先称5斤给我吧，我拿回去试试。完了完了，这苗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喷了3剂草药都不管用，再拖2天，这半亩麦种就全烂地里了。爹，这可是咱们留的麦种啊，全毁了的话，明年拿什么下种啊？周伯，这半地麦苗夜间发黑发枯，显然是得了黄蜕病。别急，我有法子。你，我们喷了好几种草药都没用，哼，你一个没种过地的姑娘能有什么法子？爹，杏儿人很好，你别这么说。杏儿，你真有办法？别着急，我去沟边打桶水，兑点东西浇浇看。这些灵泉水够了。哼，我当是什么好法子？不就是浇水吗？要是浇水有用，我们早就浇了。我去，这真活过来了！我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见过枯死的菜还能返青的。你是不是使了什么邪门歪道？杏儿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以前跟老人学的土方子，碰巧管用。说，你是不是挖到泉眼了？泉眼是村里的，你不能独吞，你得报给队里。真没有泉眼。哼，要是让我知道你有什么东西瞒着我，你给我等着。杏儿，你之前说想在荒坡种麦，是不是缺麦种和工具？周野哥，你有办法？我仓房里有半袋红皮麦种，还有一把爷爷留下的旧药锄，你先拿去用。不行，红皮麦种有亩产比普通麦种高2成，家家户户都攥着当命根子攒着，更别说那把药锄是你爷爷传下来的，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救了我们家半地麦种，本来就该谢你，而且我信你，荒坡地在你手里，肯定能种出麦子，就当我入伙了，到时候你分我点收成就行。爹，有件事跟您商量下，我想把仓房那半袋红皮麦种，还有爷爷留下的那把旧药锄，先拿给杏儿用。胡闹！谁准你打他们主意的？荒坡那地方种啥死啥，你拿麦种去种，就是往水里扔钱。今天他救了咱们半地麦种，您亲眼看到的，他懂种地的法子，跟旁人不一样。就算荒坡难种，试试又没坏处。周野，你是不是被林杏儿那死丫头迷住了？我告诉你，她死了爹娘，指不定克父母呢。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爹，你说啥呢？杏儿还不一定愿意我呢。你算了，我看你就是鬼迷心窍。你要拿就拿，我拦不住你，但我把话撂在这儿，要是赔了，你一个人承担。杏儿，快来接着，我把麦种和锄头给你带来了。这么沉，你怎么自己扛过来了？周叔没为难你吗？我跟我爹说清楚了，这些算我入伙的，等秋收了，你可得给我分红。你放心，这麦种种下去，我保证给你翻倍还回来。这都天黑了，孤男寡女在院子里待着，这可真是伤风败俗。我就说周爷怎么天天往荒坡跑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
老周说，昨天天黑透了，周野扛着东西去荒坡破窑洞，跟林杏儿孤男寡女待了半宿，都干了什么啊？林杏儿那狐狸精，也就你们家儿子当保镖，还倒贴种子、倒贴农具传出去，周家的脸都丢尽了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是送麦种的，秋收后他给我分成的，根本不是什么倒贴。分成？骗谁呢？那破荒地能种出麦子，我看就是他骗吃骗种哄你呢。麦种是周野哥入伙的，不是偷也不是倒贴。你们要骂，冲我来，别为难周野哥。哟，还挺有担当。我就问你，荒坡种麦子，你种得出来吗？说白了，不就是骗周野的种子？种不种得出来，时间说了算。时间？我的傻妹妹，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来，你说说，你这荒坡啥时候能长出麦苗？20天内。20天？没错，20天内，我那半亩荒坡初期麦苗种成了，你们当众给周野哥赔礼道歉，收回所有闲话。种不成呢？种不成，我10倍赔偿麦种钱，立刻滚出村子，永远不回来。这林杏儿简直是疯了！荒坡地20天出奇苗，根本不可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要是你输了，不光要滚，还得给全村人说清楚你是个骗子。我看他就是嘴硬，到时候输了可别哭着求饶。我信杏儿，这赌约我跟他一起认。20天，我必须赢。周野哥帮了我，我绝不能让周野哥跟我一起背负骂名。完了完了，春旱来了，这一下好地里的麦子都得受影响，更别说荒坡了。我看林杏儿这次彻底没戏了，明天就到20天了，那块地本来就种不活，再来场春旱，种子都得旱死在土里。你输定了，赶快收拾东西滚蛋吧。还没到最后，别笑太早。这风刮得正好，村里人都觉得麦种的旱死在土里。前世我窝囊了一辈子，这一世有空间在手，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这样不浪费一滴，更好润透每一粒麦种扎根的深处。明天就该破土了。杏儿啊，昨晚风刮了一宿，连村东头水浇地里的妙苗都打蔫了。你那荒坡地，怕是连个芽尖都冒不出来吧？今天趁早收拾包袱，滚出村子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就是一个死了爹娘的穷姑娘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我劝你识相点，趁乡亲们都在，自己认个输，滚蛋也体面些。我要是种出来了呢？种出来？你做梦呢！就这兔子都不拉屎的废地，大旱天连野草都扎不下根，你撒把麦种就想糊弄人？种出来我林涛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！大家伙都听见了吧？这可是他自己硬的赌，等会儿地还是光秃秃一片，可别怪我们没给他留面子。婶子，说话留点德，你还没看到杏儿的地，怎么就认定她种不出来？哟，周野，你这就附上了，这说的还不知道你俩之间有点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呢。周野哥，别跟他废话，能不能长出来，各位看看便知道了。年轻人非要逞这个能，这旱的哪能出苗啊？我呸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痴心？这不可能！昨晚上还是一片干土。我的天，真长出来了！你看这苗齐的，油绿油绿的，比咱自家水浇地的长得还好。邪门了，这地以前连颗酸渣渣都长不活，土硬的能硌碎锄头，怎么能种出这么旺的麦苗？我前2天下坡还瞅过，光秃秃一片，啥都没有，这才几日啊，就冒这么高？搁以前谁敢信呢？不对，这绝对有猫腻，他肯定是连夜偷偷换了土层，指不定用了什么歪门邪道，这赌约做不得数。对，做不得数。这荒坡寸草不生的地界能长出这么好的苗，肯定是耍了花招。我看，就是他从别处挖了苗栽进来的。难怪他敢打赌，原来是玩阴的。赌约是你亲口立下的，文书是祖老作证，你亲手按着手印，怎么，当着全村父老的面，想食言毁约？
孙翠林涛，族里的规矩，白纸黑字，落印为凭，祖宗都看着呢，抵赖不得。就是啊，自己打的赌，输了就耍赖，也太不地道了。分家就欺负人家没爹娘，抢了祖屋把人撵去破窑，如今赌输了还不认，真丢老林家的脸。对不住。哼，不就是长出几棵破苗吗？指不定背后怎么回事呢。一个大小伙家天天往荒坡狐狸精屋里跑，也不知廉耻，谁知道你们做了什么？输不起就别打赌，嘴要是管不住，我不介意再跟你赌点别的。哎呀，娘，快走吧，别在这儿丢人了。林杏儿，你给我等着！这点麦苗，我让你种不成！幸好方才祖老出面，总算是把这赌约了了。可林涛刚才走的时候，那眼神看着好吓人，他不会就这么算了吧？他心性狭隘，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方才他临走放了狠话，怕是要在背地里耍阴招。妈的，这是邪了门了！那破黄坡怎么可能长出那么好的苗？我就不信他林杏儿真有那本事。都怨你没用，当初就该把他撵去山窝子，留着半亩荒坡，还让他翻了身。如今全村人都看咱们笑。他不是能种吗？不是爱在村人跟前出风头吗？今夜就去把他的苗全踩烂，我看他还怎么得意。哎，你慢着点，别让人看见了。踩狠点，往狠了踩，最好把半亩地全糟蹋得干干净净，让他这一季全白忙活。我让你长，我让你出风头，我让你跟我作对。林涛，你还是跟前世一样，只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。这是早年留存的古种，瞧这紫红色颗粒是玉萝卜，旁边这红麦种个头可比寻常麦子饱满太多。我得带些回来，先打回去些灵泉水，看一下这苗还能不能救回来。这水也太有用了吧！刚浇下去，这麦苗就长好了。我得回去把剩下这些种子种上。这块种上玉萝卜，也不知道这个种子长出来需要多久。林涛，你踩坏半垄算什么？有这些良种和灵泉在，别说半亩地，再多的荒地，我也能种出金子来。林涛，咱们慢慢算。跟你们说，昨夜我悄悄摸去荒坡，把林杏那片麦苗踩烂大半，这下他赌约就算赢了，一季麦子也彻底完了。真踩坏了，那林杏儿岂不是要赔得底朝天？那自然，半垄苗全折土里，任他有天大本事也救不活。还是你有主意，早就看不惯他一夜翻身，天天引得旁人围着夸赞。这下总算挫挫他的锐气。什么？林涛竟偷偷去糟蹋杏儿的麦苗？那片麦子是他费了无数心思才种出来的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过去看看情况。杏儿，方才我在村口老槐树下，听见林涛大肆宣扬，说昨夜偷偷上山，把你麦地的苗踩烂大半。放心，周野哥。没事的，地里麦苗完好无损。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辛苦种的苗全毁了，吓得我一路快步跑上来。杏儿，这是什么菜苗啊？我跟着我爹种了好多年菜地，从来没见过模样这般特别的萝卜苗。这是玉萝卜种。早年跟走货郎换的老品种，
我试着种种看。这么大的萝卜苗，也太神奇了吧！这要是成熟了，肯定比普通萝卜好吃。周野哥，你要是喜欢，等这萝卜长出来了，给你送去些。什么？彩绘的苗居然又活了，还折腾上新品种了？我看他就是瞎折腾。什么玉萝卜，中看不中用，等它种出来烂在地里，我看它还怎么嚣张。我这就去跟村里人说说，让大家看他的效果。希儿，你听见村里的闲话没？林涛到处说咱们的萝卜种不成，还说你肯定赔本。听见了，大老远就听见他在大槐树底下嚷嚷。他到处败坏你的名声，真是太气人了。我找他理论去，替你出这口气。别去，跟他费口舌没用。等萝卜成熟卖了钱，拉去镇上卖出高价，所有流言不攻自破，这才是最好的。但他说的特别难听，说你异想天开，还说你迟早赔的连破窑都住不起。他越这么说，咱们越要种好。等这批萝卜上市，我直接送进镇上最大的饭馆，到时候他就知道谁才是笑话。我信你。往后每日我都过来帮着除草浇水，咱们一同打理田地，定能卖出极好的价钱。你瞧这萝卜长得倒是好看，光闻着就有股清香味儿。姑娘，你这萝卜怎么卖？我这玉萝卜15文一斤，你看个个饱满，表皮还泛着光泽。15文一斤，这也太贵了吧！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普通萝卜才3文钱一斤。就是，长得好看有啥用？说不定中看不中吃。就是这个理，庄稼地里的吃食卖的比精米还贵。我看这小姑娘就是想钱想疯了。哼，姑娘，大娘劝你一句，做生意得实在。这萝卜模样是稀罕，可终究不值这个高价，没人会买的。大娘，这萝卜值不值这个价，您尝尝就知道了。若是不好吃，我白送您1斤。这萝卜看着倒是稀罕，闻着还有股清香味儿。我开饭馆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这样的萝卜。我记得上辈子这人是悦来居的掌柜的，来我们村收过菜。这次我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。掌柜的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脆甜，汁水还足，一点辛辣味都没有。这哪是萝卜，简直是水果，好东西。这2筐我全包了，15文一斤就15文，1分不少。且慢，姑娘，我出18文一斤，分我半筐如何？我同福楼正缺这样的稀罕菜式。这是对面酒楼的李掌柜。20文，2筐我全要了。林姑娘，咱们悦来居做长久生意，往后你有多少货，我都按这个价收，常年包圆。张掌柜，这萝卜虽然好，但20文真的不会亏钱。老李啊，要我说，你还是别跟我争了，到头来亏钱了再赖我。算了，这么贵，我们根本拿不出来那么多银两。方才还说15文贵的离谱，这就抢起来了，居然还往上涨价了。这萝卜真有那么好吃？悦来居的张掌柜什么好东西没吃过，居然把这萝卜全买了。早知道刚才该买2根尝尝的。姑娘，我悦来居正愁没有拿得出手的新菜，你这萝卜生吃脆甜，做菜更是绝配。这样，以后你有多少，我收多少。好嘞，掌柜的，我这就给您包起来。这是1贯，下回你再来，直接送到悦来居后门，省得在这街角风吹日晒的。
1贯。我要把钱攒起来，到时候买块地皮盖房子，总住在破窑洞也不是回事。杏儿，萝卜都卖完了。卖完了，悦来居的张掌柜全包了，20文1斤，1分没少。萝卜卖了好价钱。回周叔的话，悦来居的张掌柜全包了，20文1斤，还签了长期收买的契约，往后每月我有多少，他收多少。种点萝卜倒是像模像样，别耽误了地里的活儿。什么？林杏儿那2筐萝卜居然卖了整整1两！悦来居的张掌柜还跟他签了长期契约。可不是娘，那悦来居可是我们这里最出名的酒楼，谁要能和他家搭上桥，那岂不是后半辈子荣华富贵都有了？他那个破荒坡种出来的东西，我看悦来居的张掌柜是不是瞎了眼？那种萝卜我地里要多少有多少，他凭什么只收林杏儿的？儿子，我有方法了。他林杏儿不是打的玉萝卜称号吗？我们就四处说他的萝卜是染色的，这样悦来君就不会跟他合作，跟我们合作了。你这招高啊！林杏儿，你别得意太早，你能种，我也能种。你的萝卜种子从哪儿来的？你的地为什么长得好？我都得好好查一查。妹子，出事了！镇上到处都在传你的萝卜是颜料染的，吃了会闹肚子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昨晚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闲话。今一早好几个客人都退了萝卜菜，这样下去，咱们的合作怕是要停了。杏儿，出什么事了？外边有人造谣说咱们的萝卜有问题。怎么能这么造谣？我们的萝卜明明是正经种出来的，他们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？张掌柜，您别急，是真是假，煮一煮就知道。煮？掌柜的，您看，这半点掉色的迹象都没有。掌柜的尝尝。清甜鲜香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汤清的能照见人影，哪是什么颜料能染出来的？掌柜的，咱们一查就能查到是谁干的。您回去问问店里推菜的客人，这话最早是从谁嘴里听来的？你说的对，我这就回去查。打听个事儿，镇上最近传林杏儿的萝卜是颜料染的，这话您是从哪儿听来的？这话好像是昨儿个傍晚，林涛他娘在井台边跟几个婆娘唠的，说什么玉萝卜，听都没听过，肯定是拿白石灰抹的。您确定是林涛他娘说的？错不了，我亲耳听见的。大姐，林杏儿萝卜那闲话，您听谁说的？林涛昨儿大清早，他在大槐树底下跟几个闲汉嘀咕，说什么萝卜染色，还叫那几个闲汉去镇上散播呢。好你个林涛，敢坏我生意，我要让你的货都没人敢收！妹子，经这事儿，我更信你的人品和菜的品质了。这是玉萝卜的长期供货契约，1天10斤，按月结货款。掌柜的，10斤1天，风雨无阻。若是遇上天旱地涝，产量跟不上，我提前3日知会您，绝不耽误您店里的生意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实诚劲儿。后续你要是有别的稀罕菜，也优先给我送。成了，往后咱们就是正经的买卖伙伴了。我悦来居的后门，随时给你留着。太好了，杏儿，有了长期订单，以后就不用愁销路了。1天10斤，1个月就是30斤，这得多少钱啊？光靠萝卜还不够，我手里还有红香青的种子，分批种上，品类多了，饭馆也更愿意长期合作。这块地向阳，土质也松，正好扩种玉萝卜。
红香芹喜阴，种在这儿正好。等长成了，悦来居又多一道细寒菜。杏儿，我来帮你。周野哥，你来了。哎呀，我把苗弄断了。没事儿，尖苗本来就要拔掉多余的，你拔的这根正好让旁边的苗长得更壮。真的？真的。来，我教你，手要轻，捏住苗根往上提，别掐叶子。以前我还担心荒坡种不出东西，现在看着这一片地，感觉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。以后会越来越好的，不光要种萝卜芹菜，还要种更多东西，把这片荒坡全变成良田。你最近天天往坡上跑，帮着打理菜地，也别耽误了家里的活。我以为爹又要骂我，不让我去找杏。种菜防虫要提前撒草木灰，别等长了虫再忙活。那姑娘家的不懂这些，你提醒她一下。知道了，爹，我记下来，回头告诉杏儿。她要是知道您教她这招，肯定高兴坏了。谁要教她？凭什么你的货卖那么好，我的货却没人要？偷你几筐萝卜，我看你还怎么供货！到时候饭馆说什么也得跟你解约。嘿，你还别说，这萝卜水灵灵的，还确实好。要是我拿去卖，肯定能挣不少钱。不好！林涛，大半夜不睡觉，跑到我菜地里干什么？我就是路过，看见你地里有动静，过来看看有没有野兔子糟蹋菜。路过还顺手拔萝卜，还是说咱们村的野兔子也学会用麻袋装萝卜了？不就是2根破萝卜吗？至于这么大惊小怪？再说了，咱们是亲戚，拔你2根萝卜怎么了？2根破萝卜，既然你觉得不算什么，那咱们就去找族老评评理，看看偷菜算怎么回事。别，杏儿，咱们好歹是一个爹生的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！你造谣污蔑我的时候，你断我销路，想让我饿死的时候，可想过咱俩是一个爹生？族老，这都是误会，我们家林涛就是去地里看看，哪能是偷啊？林杏儿就是小题大做，故意陷害我们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故意在地里埋铃铛？是不是早就知道林涛要去？你这就是蓄谋陷害！铃铛是我防兔子用的。再说了，铃铛响的时候，林涛正好在地里，手里还攥着萝卜，总不能是萝卜自己长他手里。够了！林涛，半夜进人家菜地，人赃并获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按族里规矩，偷拿邻里财物10倍赔偿，还要当众给人家赔礼道歉，你服不服？我服！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偷菜还被人抓现行，10倍赔偿，那点萝卜值几个钱？赔出去的钱够买饭筐了，丢死人了！你以为我想被抓？谁知道他还在地里布了半绳，就是故意等着我呢！臭小子，你还有脸吼我？要不是你贪心，能落到这步田地？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跪祠堂赔银子，丢面子。林杏儿不是能种吗？我倒要看看她的地能保到几时。姑娘，向你打听个人，叫林杏儿，就是前几日在镇上卖玉萝卜的那位。大哥，我就是林杏儿。久仰久仰，我是镇上粮店的掌柜，姓刘，今日特意登门，是想跟你谈个生意。刘掌柜客气了，什么生意？您说。老妹儿，你是真有种地的本事啊！这荒坡村人种了半辈子都没种出东西，到你手里居然能长出这么好的菜。我今天来是想问你，如今优质麦种规缺，你要是能种出高产品种的麦子，我愿意出双倍价钱收购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优质麦种，正好空间里还有些红香麦种，颗粒饱满，产量比普通麦子高出30%。刘掌柜放心，我手里正好有一批好麦种，不敢说是天下最好的，但在这一带
找不出第二家。当真？当真。10天后您过来地头看货，若是看不上，我分文不取。好，痛快！林老妹，我就喜欢你这爽快劲儿。10天后我准时到。杏儿，你怎么什么都能种出来？因为有人信我，我就不能让他失望。这里的土比坡下更干更硬，石头也多，但向阳通风，最适合种麦子。杏儿，这麦种看着比普通麦种大一些，真的能高产吗？我长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麦子。这麦子品种好，产量高，磨出来的面也香。等种出来，刘掌柜出双倍价钱收，1亩地能抵别人2亩的收入。那咱们是不是很快就能攒够钱，盖一间大瓦房了？不止大瓦房，等麦子收了，咱们再买几亩地，养2头牛，日子会越过越红火。我去把锄头拿来，咱们一起种。这就出苗了，也太快了吧！你这，我爹种麦子少说也要7、8天才能冒芽，你这才半天啊！土质合适，碰巧出得快，再过几天就能长得更旺。周爷哥，走吧，回去吧，这麦子都种得差不多了。好，杏儿你也早些回去，姑娘家的一个人不安全。你们听说了没？林杏儿在荒坡上种红香麦，说是要卖双倍价钱。卖高价？做梦去吧！荒坡能长出普通麦子就不错了，还想卖双倍价钱？我看他就是吹牛皮。可杏儿上回种的萝卜确实卖了好钱，万一这回也种成了呢？萝卜是萝卜，麦子是麦子，麦子可比菜难种多了。荒坡地缺水缺肥的，能出苗就不错了，还高产。你倒是土地也转事儿。我去年在坡下种了半亩麦，旱死了大半，收上来的还不够种子。周野那破地比坡下还荒，能种出麦子才怪。你们等着瞧吧，10天后刘掌柜来验货，要是种不出来，林杏儿就得赔违约金，到时候他连破窑都住不起。不是能长吗？我给你添点料，让杂草跟你抢养分。我看你这麦子还怎么高产？撒匀点，多撒点，等这些杂草长起来，把土里的养分、水分全抢光。到时候粮店的刘掌柜来验货，看到一地枯草，我看你怎么交差。用灵泉水再浇一次水，过几天这麦子都能收了。这是杂草籽，林涛上辈子往我地里撒盐，这辈子换成杂草籽，倒是进步了。想让杂草抢养分，那也得看这些杂草有没有命长。我的灵泉麦苗可不是吃素的。沿着垄沟浇灌这些小麦，这灵泉水就是有用。多亏了空间，不然就被林涛算计到了。你这是去哪儿？给粮店的刘掌柜送麦子。送麦子？他的麦子没枯死吗？我撒了那么多杂草种子。怎么还能长出麦子？你的麦子没事儿。麦子长得挺好啊，堂哥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麦子了？没事就好。我明明撒了草籽，他就算发现了，也不可能把草籽全挑出来。那些草籽跟土根本分不清，他的麦子到底咋活下来的？这人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妹子，你可算来了！我在这儿等了半个时辰了。刘掌柜，货带来了，请验。这就是红香麦。我开粮店20年，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麦子，颗粒饱满，色泽红润，闻着还有股甜香味儿。
妹子，你这麦子是从哪儿弄来的种子？祖上传下来的老品种，碰巧在我那片荒坡上长成了。刘掌柜，我这一袋是100斤，您看是现场过秤还是直接装车？过，现在就过！来人，把大秤抬出来。100斤，双倍价钱，20文1斤，100斤就是2贯钱。妹子，你数数。刘掌柜的信誉，我信得过。老周啊，家里母鸡多下了几个蛋，我给您送点来补补身子。老周，你家周野最近可是天天往荒坡跑啊！不是我说，周野还没娶媳妇儿，这到时候传出去名声不好听。周也是去帮忙。再说了，杏儿那姑娘也不错。老周，您是老糊涂了还是真信他？正经种地哪有这么快的？今天种个稀罕萝卜，明天搞个稀罕麦子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啥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林杏儿的钱来路不正，我看他就是哄着咱家周野，想骗咱们家的东西。我种了一辈子地，确实没见过他这样的。你可得看好周野，别被林杏儿那狐狸精给骗了。您多琢磨琢磨，我先回了。周野哥，我回来了，你且猜猜，这趟红香麦共卖了多少银钱？这么多！杏儿，你这一担麦子竟卖了2贯钱，这都抵得上寻常庄户人家半载的嚼用了。刘掌柜亲自验的货，双倍价钱，一文不少。他还说明年开春要跟我签10年契约，种多少收多少，价钱只高不低。周野哥，午后我还得往镇上约来军送菜。杏儿，我同你一道去吧，我帮你记账过秤，省得你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好啊，正好有你搭把手，也能轻快些。玉萝卜20斤3两，白菜10斤整。杏儿，你过来瞧瞧数目可对。妹子，你这帮手可真能干，又细心又麻利。我店里这几个伙计加起来都不如这位小伙子一个顶用。掌柜的过誉了，我不过是帮杏儿记个数，搭把手，当不得这般夸赞。周野哥做事素来稳当，比我强上不少。杏儿，你戴上这个好看。周野哥，快别这般，叫旁人看着不妥。这银簪太过金贵，我平日下地劳作也戴不上的。老板，这只簪子我们要了。你可得看好周野，别被林杏儿那狐狸精给骗了。周野，跟我回家。往后不许再踏出家门半步，更不许跟林杏儿来往，你可听清楚了？爹，我们就是去送菜，什么都没干。送菜带你满大街晃悠，你还给他买簪子，我看你就是被他迷了心窍。从现在你再敢跑出去，我打断你的腿！爹，为啥？前几天你不是还好好的，还让我去帮忙吗？周野啊，他一个没爹娘的，你到底看上他哪儿了？他会种地赚钱啊，担麦子能卖2贯钱。卖麦子，一担麦子卖2贯钱，你当老子没种过地？林杏儿哪来那么多稀奇种子？指不定是走了歪路，赚的都是不干净的钱，你少跟他掺和。不是的，爹，他都是正经卖菜挣钱，悦来君和粮店都跟他合作，怎么会不干净？你还替他说话？我看你就是鬼迷心窍。我说不许来往就不许来往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你爹说你了？我爹不让我跟你来往，还说你钱来路不正。我不信的，杏儿。可我爹他把我锁在家里，不让我出门。清者自清，你爹也是担心你。你放心，杏儿，我会跟我爹说清楚的。周野哥，等晌午我跟你一起回家，
亲自跟周叔说清楚。好，不过我爹他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他不会听你说的。放心，我林希儿行端做得正，不怕任何人查。你爹是被人挑唆，只要我拿出真凭实据，他会明白的。周叔，这是今天刚拔的玉萝卜，和村东头王家刚杀的猪肉。我知道您心里有疑虑，今日我便跟您一笔一笔算清楚。您看，这是卖给村口王大娘的，这是卖给镇上杂货铺的，这些都是正经生意的账目，饭馆和粮店都能作证。这些都是你自己记的？是，一笔一笔记的。至于这些种子，都是我早年跟走货郎换来的老品种，摸索了很久才种出样子，绝对没走歪路。周叔，恰横萝卜新鲜，我去炒一盘，您尝尝便知。好品种自然能卖出好价钱。周叔，您尝尝。口感脆甜，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，确实是难得的好菜。是我之前想差了，只要是正经生意，我便不拦着你们来往。只是我家这样子，你又住在窑洞。周叔放心，我现在种地也有所成，和周野哥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过越好的。你记住今日说的话，周野虽是男子，但性子弱，容易被人欺负，跟你在一起正好。好了，快吃饭，吃饭。想让周叔彻底认可我，光靠几筐萝卜还不够，我还得拿出更扎实的家底来，扩大种植范围。儿子，我打听到了，粮店的刘掌柜把林杏儿那批红香麦全收了，双倍价钱，20文一斤，一担麦子卖了2贯钱。2贯钱一担麦子？林杏儿凭什么？林杏儿凭什么？同样是种地，我林涛种了一辈子，一担麦子最多卖500文，林杏儿凭什么卖双倍？儿子，我还听说林杏儿跟刘掌柜签了10年契约，明年开春还要扩大种植，他打算买地，把村口那片荒地全买下来。买地扩大种植，10年契约。娘，不行，不能让他得逞。他要是买了地，签了契约，咱们这辈子都别想翻过身来。儿子，你舅舅孙飞在县城衙门里当差，管着田契过户的文书。林杏儿想买地，得过他那一关。对，舅舅，咱们现在就去找他。哥，我们有急事找你。啥事儿啊？大中午的，扰人午睡。舅舅，您管着田契过户的文书，林杏儿想买地，得过您这一关，您就不能给她使点绊子？使绊子？你说的轻巧。那姑娘现在跟粮店、悦来居都有来往，背后有人撑腰，我一个小小的衙役能把她咋样？这是一点心意，你想想办法，哪怕拖延几日，让林杏儿买不成地也行啊。这样吧，林杏儿要是来办田契，我就说她手续不全，让她来回跑几趟。等她跑烦了，地早就被人买走了。舅舅，您就是咱们的救命恩人，等林杏儿栽了跟头，我定当厚报。行了，回去等消息吧。记住，这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林杏儿，你想买地？做梦！有我舅舅在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妹子，你可算来了！昨儿个有位县里的老爷来店里吃饭，说你这萝卜比人参还稀罕，明日多送10斤来，可好？掌柜的吩咐，自然照办。这是今早刚从地里拔的，您验验。来，过称，把这筐萝卜单独放，给县老爷留着。掌柜的，白菜40斤，萝卜30斤。妹子，这是这月的菜钱，一共10贯。往后你有多少稀罕菜，尽管往我这儿送，价钱好商量。掌柜的放心，晚辈手里还育着一批新苗，过些时候便能上市。10贯，加上之前存下的20贯，够买下来村头那块地了。这样就可以种更多的菜，买地皮盖房子也不远了。哟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也来打听地？
大人，我今日来想打听下我村西头那3亩荒地是否有人购买。就你那俩卖菜的零碎钱，也配打听那片荒地？荒坡那点破地都被你折腾得够呛，3亩地给你也是白糟蹋。林涛，我的事儿与你无关吧？怎么不服气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你种那几筐萝卜白菜也就够糊弄糊弄镇上的饭馆。买地，哼！林杏儿啊，这地可不便宜，1亩要10贯钱呢。你要是钱不够，就再等等，别勉强。我们忙得很，没工夫陪你瞎折腾。舅舅，这地我要了，价钱好说，别什么阿猫阿狗都来问，耽误功夫。孙文书，这地晚辈要买。林杏儿，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？1亩10贯，3亩30贯，你有吗？30贯。林杏儿，你这辈子见过15贯钱长什么样吗？我劝你啊，趁早回去卖你的萝卜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哟，还真带了钱袋来，让我猜猜里面有几文钱？10文、20文，够买半尺地皮吗？林杏儿，这买地啊，讲究的是真金白银。你要是真有钱就摆出来，要是没有就别在这耽误功夫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听见没有？孙文书让你该干嘛干嘛去，卖你的萝卜去吧！别以为你傍上张掌柜就了不起了。是啊，人家不过是看你可怜，赏你几口饭吃，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我差点忘了，你那破窑洞也快塌了吧？买地，你连修窑的钱都没有，还想着买地？我看你是穷疯了，脑子不清楚了。看见没有，地契在这儿呢，可惜呀，不是你的。林涛，来，咱们把手续办了，别在这浪费时间。30贯，1文不少，地契现在办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哟，卖几天萝卜就敢来置地了？但你这连规矩都不懂，这地是你想买就能买的？瞧瞧，这铜钱上还沾着泥呢。我说妹妹啊，你该不会是半夜去挖了谁家祖坟吧？挖坟掘墓是死罪，这帽子扣下来，你可要想清楚自己担不担得起。少跟我装腔作势！我问你，你一个住破窑洞的穷光蛋，哪来的30贯？大人，银钱在此，地契可否现在交割？买荒地，按朝廷规矩需祖老担保。手续不全，这地契绝不能办，听见没有？手续不全，孙文书这是按章办事，你懂不懂啊？你以为揣几个臭钱就能翻身？在孙文书这儿，规矩就是天，没有祖老保障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碰这块地。既如此，晚辈3日内带齐手续再来。他怎么一点都不慌？舅舅，不能让他办成了，真让他买了地，咱们这辈子都压不住他。放心，今夜我就联系外地粮商把地贱卖了，先斩后奏，等他带着手续来，地早幸了别人。从今日起，盯紧护房，孙妃见什么人收什么东西，一字不漏的报给我。那孙文书每日下职都会从我这摊前过，顺手买2个炊饼，我日日守着，他跑不了。林涛，你以为先手在握，殊不知这盘棋我早已布好了局。祖老，这是我与粮店的长期供货契约和我手绘的荒地开垦图。你这是有什么规划？我买下村西3亩荒地，是想正经开荒种粮，种红香麦、玉萝卜与青笋。地开出来后，雇村里壮劳力做工。你当真要雇村里人？是，荒坡变良田，一人之力有限，晚辈想带着乡亲们一起挣口饭吃，工钱按日结算，绝不拖欠。好啊，你有这份心真的很不错。只是我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。林涛和他舅舅孙飞给我使绊子，说买下那块地需要您帮我做担保。林涛和他娘霸占祖业多年，如今也该让你这条真龙抬头了。老夫给你担保。谢过祖老。快去快回，别让人瞧见。放心，我去找李掌柜，他认识外地粮商，只要地一卖，林杏儿就彻底没戏了。你舅舅那边也安排好了，今夜就签契。
听说了吗？林涛连夜去县城找粮商了。孙飞要把村西那3亩荒地贱卖给外地人。那块地不是说林杏儿要买吗？怎么又要卖给其他人了？那还不是因为林涛啊！30贯的地，现在20贯就买，为的就是不让林杏儿得到。20贯，那不是白送吗？林杏儿要是知道了，还不得急死！杏儿，我得赶快去告诉杏儿。杏儿，不好了，林涛他串通孙飞要把地卖给外地粮商，你快去啊，晚了就被人抢走了。周野哥，别急。族老的担保我已拿到，银钱也备齐了，他们想先斩后奏，我便杀他个回马枪。你早就料到了。周野哥，林涛和孙飞是什么人，我比你清楚。掌柜的，这3亩荒地虽眼下贫瘠，可位置极好，20贯，您绝对划算。林杏儿，你来干什么？孙文书，这是族老的担保书和我的30贯，买地手续带齐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告你收受贿赂、徇私押谏，按大周律，官吏受贿同职，革职查办。好你个林涛，竟敢拿有纠纷地来骗我！这生意不做也罢。刘两少，等一下！你血口喷人，谁收受贿赂了？昨日傍晚，你在城西茶馆收了林涛5贯钱，可有此事？胡说！我昨日在家中。在家中？那护房后院砖缝里藏的那包铜钱，又是谁放的？这是小民亲眼所见，你收的钱还藏在护房后院的砖缝里。孙飞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身为护房差役，竟敢收受贿赂、徇私舞弊！来人，给我查！大人饶命！是林涛逼我的！孙飞，你胡说什么？回大人，后院西墙第3块砖下搜出整封铜钱5贯，分文未动。孙飞，赃银在此，你作何解释？大人明鉴，这是栽赃，定是林杏儿提前埋在院中，陷害卑职。大人，林杏儿3日前便递齐了文书申请购地，却被压在当地未予办理，反倒是林涛今早带粮商来，直接就要办过户。赃银有实，押件有据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巧言令色？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大人饶命！孙飞，你身为护房差役，竟敢徇私枉法！从今日起暂停职务，听候发落。完了，全有。林杏儿，你的手续齐全，银钱足额，这3亩荒地的红契现在便办。地终于到手了。儿子，事情办成了吗？你说话呀！完了，全完了。什么完了？你舅舅呢？他不是护房当差吗？手里握着公章文书，还治不了一个没根没底的林杏儿。被停职了！停职！林杏儿那王八蛋早就设好了套，等着我们钻呢。你个废物，连这点事儿都办不成！你就好好的铁饭碗就这么被你坑没了。以后没了他帮衬，咱们在村里还怎么抬头？娘，别打了！
杏儿，你可从县城回来了？怎么样？那3亩荒地的手续办下来没有？孙飞他们没刁难你吧？这是地契，你真的把那3亩地买下来了？都办妥了。周野哥，这只是开始。当初被林涛抢走的祖屋，还有我爹留下的30亩黑地，我也一定会拿回来。那咱啥时候去打理那3亩地啊？土那么硬，要不要先找几个乡亲帮忙翻土？不慌，明一早我先去看看，规划好哪块种什么再动手。头茬地得自己摸透土性，往后才好打理。幸好我有空间，不用花大价钱去粮店抢良种，直接就能从里头取种子，还都是外边寻不到的好品种。红香麦种，产量高，向阳的缓坡，种这个正好。这青笋籽细细长长的，泛着嫩白光泽，颗粒均净，是我无意间发现的空间里留存的老品种。背阴湿润的沟棱种青笋，灵泉催出来的笋脆嫩无渣，比玉萝卜还金贵。悦来居的张掌柜肯定愿意加价收。明天先翻地撒种，有灵泉水催着，出苗比寻常快1倍。灵汤就算想再使坏，也赶不上作物长的速度。杏儿，这3亩地比咱们之前种的大多了，一眼都望不到头，土也更硬，真的能种出东西来吗？怎么不能？你看，这一半向阳，坡势缓，种红香麦最合适；那一半背阴湿润，就种玉萝卜和青笋。杏儿，这3亩地要是全种满了，光靠咱们俩肯定忙不过来，到时候得雇多少人啊？先不急，头一茬我自己来，等摸清了土性再雇乡亲们。王铁柱力气大，李嫂心细，到时候都叫来。才分家那会儿，他还站在打谷场上孤零零的，这才几个月，站在这荒坡上，倒像能把整片不毛之地都撑起来。杏儿，歇会儿吧。都干了快1个时辰了，喝口水缓缓，别累坏了身子。不累，这点地赶工，2、3天就能翻完。等翻完地撒上种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出苗。想安安稳稳种地收粮，我倒要看看你这3亩地能不能活到收成那天。李掌柜，小的叫林涛，是林家村的人，今天冒昧过来，是有桩稳赚的生意，想跟您搭个伙。就你一个乡下泥腿子，也配跟我搭伙？我同福楼再怎么样，也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。掌柜的，您不妨听我说完。要是觉得没道理，小的转身就走，绝不多半句废话。如今悦来居靠着林杏儿那玉萝卜，天天客满为患，把咱们同福楼的客人都抢了大半。您这心里怕是也堵得慌吧？哦，听你这意思，你有法子搬过来。大话谁都会说，真有本事的人，可不会站在我这儿空口白牙。不瞒李掌柜，林杏儿是我亲妹妹，她那点种地的底细，我门儿清。你妹妹，那你也能种出来她那种脆甜无渣的玉萝卜？种出来的品质能不能跟她的一模一样？实不相瞒，我自己种不行，它那种子金贵得很，藏得严实。但咱们能把它的种子弄过来啊！哼，你说的倒是轻巧。我舅舅孙飞在县衙护房当差，管着田契入室的文书，真要给他使点绊子，他那菜连县城的门都进不来。反正他不知道我舅舅已经被停职了，正好借此机会
您出本钱出铺面，我出法子出官面的关系，咱们联手掐断他的供货渠道，再把他种菜的种子方子弄过来。我早就眼红悦来君的玉萝卜生意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去对付林杏儿。这林涛主动送上门，正好合了我的心意。掌柜的，等我把他种子弄过来，往后全县城的生意就全是您同福楼的了。话说得好听，事成之后你要什么好处？小的也不敢多要，这桩生意的利润分我30%就行。行，成交。这钱可不是白拿的，事成了，往后林杏儿的供货渠道全归我，你拿30%。事败了，这50贯定金你得还我100贯。李掌柜放心，我那破窑洞跟他挨着，夜里摸进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他那点土那点种，我闭着眼都能偷出来。李掌柜，您就等着瞧好吧。3日后，我把他的秘方双手奉上。好你个林涛，又跟李掌柜勾结，这回我非得让张掌柜知道不可。掌柜的，不好了，林涛那厮又跟李掌柜勾搭上了。说清楚，一个字都不许漏。我在同福楼雅间听到李掌柜给了林涛50贯，要林涛偷杏儿种子，趁机搅黄我们的生意。可恶，李掌柜也就会来这些阴招了。妹子，李掌柜那厮要对你下手了。偷种子，他这是要把你往死里整啊！我早就料到他会眼红。李掌柜在同福楼坐了10年冷板凳，看悦来居日进斗金，心里那团火，怕是早把理智烧干净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李掌柜在县城经营多年，人脉多得很，真要联手林刀那畜生，咱们防不胜防啊！他想要种子，我敞开大门让他拿，可他拿到的是不是好种子就说不得了。你这招高啊！借刀杀人，不对，是借贼传甲。李掌柜和林涛那2个蠢货，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掌柜的，戏台搭好了，就等他们登台唱戏。李掌柜想偷种子，我便给他种子。这苗叶子怎么蔫黄？哎，不管了，先带走再说。不对，我得再装些土回去，说不定是他这土能种出来好苗。种地能有什么秘方？不就是土和种吗？老子拿回去照样种。等种出来了，李掌柜那50两就是我的。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你以为偷到的是秘方，那不过是我在后院里随手栽的废苗。真正的灵泉良种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碰。怎么回事？同样的土，同样的种，怎么长成这样？我就说你不行，人家林杏儿有邪术，哼，你偷来的东西管够才怪！闭嘴！什么邪术？肯定是水的问题。我再浇点水就行了。咋回事？怎么这菜苗更蔫了？根部也开始发黑腐烂。臭死了！你这是浇水还是浇毒药啊？那咋办啊，娘？这就是你偷来的秘方，种成这副鬼样子，你让我怎么跟悦来居斗？李掌柜，李掌柜，再给我几日，我肯定能找出问题。几日？我银子都花出去了，你就给我看这个？林涛，你耍我呢？你当我李掌柜是3岁小孩任你糊弄？李掌柜，你听我解释，那林杏儿肯定藏了别的法子。我藏了别的法子。林涛，我看你就是个废物，连亲妹妹的底细都摸不清，还敢来跟我谈生意？现在怎么办？李掌柜翻脸了，
哥也被停职，咱们以后怎么活啊？杏儿，你到底藏着什么妖法？杏儿姐，这地翻的差不多了，下一步干啥？铁柱，你带几个人把东头那半亩的红香麦苗间了，苗太密，养分不够分。好嘞，不过你这妙苗长得也忒快了，这才几天啊，都快到膝盖了。土质合适，碰巧长得快些。间苗的时候手要轻，捏住苗根往上提，别掐叶子。杏儿姐，你这手艺哪儿学的？我种了20年地，也没见过你这么会伺候庄稼的。多琢磨，多试，土地不会骗人。杏儿，你这萝卜苗长得真旺，比我男人在世时种的好10倍。李嫂子，这萝卜苗还嫩，除草的时候别伤了根。要不是你雇我来干活，我家那俩娃今年冬天怕是要饿肚子。你这恩情，嫂子记一辈子。李嫂子，言重了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杏儿，喝口水，歇歇吧。不累，这批青笋赶着给悦来居送，耽误不得。你说奇不奇？这地以前连草都不长，如今却长出这么好的菜。杏儿这姑娘真是土地爷转世。可别乱说，我听说县城里有人在传，杏儿的菜是邪术种出来的。邪术？放屁！我亲眼看着他一锄头翻的地，一滴汗浇的水，哪有什么邪术？可你想啊，这地以前啥都不长，怎么到他手里就长这么好？哼，那是人家有本事，你见不得别人好是吧？我就是听说邪术。李掌柜，你的手段未免太下作。妹子，这就是你说的青笋，看着倒是白净，可真有你说的那么神？掌柜的，尝尝。脆、甜、无渣，这简直是笋中极品。妹子，这青笋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开饭馆20年，从没吃过这么好的笋。掌柜的，这批青笋我每日能供20斤，价钱嘛……妹子，这青笋我全包了，价钱比鱼萝卜再涨3成，不，涨5成。什么青笋能让张掌柜这么激动？听说比玉萝卜还稀罕。从现在起，咱们推出玉笋鲜汤，清炒玉笋2套新菜，欢迎大家品尝。从今日起，你每日送多少，我收多少，1文钱都不带还价的。听说了吗？悦来居新出了玉笋鲜汤，1碗要50文呢。50文也值。那笋比肉还鲜，我表兄昨儿来吃了1碗，说是鲜的舌头都要化，连喝了3碗，撑得走不动路。各位别排了，今日的玉笋腥汤已经卖光了。张掌柜说了，明儿请早。啊？怎么又没有了？我为了这一口排了好几天了。张掌柜，我大老远从临县赶来的，你就不能匀1碗？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周老弟每日就供20斤，卖完就没了。各位明儿请早，明儿请早。掌柜的，今儿这玉笋鲜汤净赚30两。哼，30两，往后只会更多。杏儿这青笋就是咱悦来居的摇钱树。又是林杏儿，又是悦来居。我同福楼难道就翻不了身？我李掌柜在县城经营20年，难道要输给一个种地的穷丫头？掌柜的，您消气。消气？你让我怎么消气？林杏儿既然明抢不成，那便毁了你，毁了你的名声，毁了你的根基，让你在这县城
连1粒米都卖不出去。去，街角那几个地迷给我叫来，我有桩买卖要跟他们谈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林杏儿，你以为赢了这一局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去，在县城大街小巷给我传话，就说林杏儿的菜长得快，口感好，全是用了旁门左道的邪术，菜吃多了损身子。掌柜的放心，这话不出半日就能传遍全城。咱们兄弟别的本事没有，造谣传闻那可是看家本领。就说林杏儿那菜是坟地里种出来的，浇的是死人血，施的是妖法。对，就说他半夜去乱葬岗挖尸骨当肥料，那菜才长得那么快。传得越邪乎，上钱越多。去吧，掌柜的，您就等着瞧好吧。不出3日，林杏儿在县城里连1粒米都卖不出去。听说了吗？林杏儿那菜是邪术种出来的，吃了要闹鬼。我隔壁老王昨儿吃了玉萝卜，夜里就做了1晚上噩梦。真的假的？我昨儿还吃了青笋呢。可不是嘛，我家婆娘说那菜长得比寻常快10倍，不是妖法是什么？正常人能种出那种东西？胡说八道！我悦来居开了20年，从没卖过邪门的东西。林杏儿的菜是正经开荒种出来的，天地良心。张掌柜，您别骗我们了，那菜长得那么快，不是邪术是什么？就是，我娘说了，反常必有妖。掌柜的，今儿退了8桌菜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的招牌就砸了。8桌，昨儿还排不上队呢。各位别吃了，那菜里有阴气，吃多了要折寿的。李掌柜，你这狗娘养的！妹子，出大事了！掌柜的，别急，慢慢说。李掌柜雇了地痞，在县城到处散播谣言，说你的菜是邪术种出来的。如今食客们都不敢登门了，后厨退了10几桌菜。杏儿，他们是故意的，我这就去找他们算账。周宇哥，别冲动。冲动？你辛苦攒下的名声，难道就这么毁了？那些人造谣生事，咱们怎么办啊？是啊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的契约就废了。悦来居20年的招牌，怕是要毁在这谣言上。天塌不下来，这点谣言还毁不了咱们。掌柜的，你在县城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见多了风风雨雨，你说谣言最怕什么？怕真相。可这种没根没据的闲话，向来是越解释越有人信，越描越黑呀。咱们总不能追着每个人去辩解吧？不是怕当众戳破，躲躲藏藏反倒让人觉得咱们心虚。把事情摆到明面上，一眼便知，比说100句辩解都管用。妹子，你有什么法子？可这邪术的说法玄乎得很，空口白牙的，怎么证明啊？总不能把地刨开给大家看吧？明日你就在悦来居门口支起2口大铁锅，再劳烦你去请县城德高望重的王老大夫到场，我自有办法自证清白。你有把握？万一再被人挑出点毛病，那可就更说不清了，反倒坐实了谣言啊！掌柜的，信我，明日过后，不光谣言能散，咱们的菜还能比之前更出名。各位乡亲，今日我林杏儿当众做菜，请老大夫验看，若食材有半点邪血阴气，我当场吞了这口锅。好大的口气！邪术那东西能是随便看出来的？我看就是装腔作势，想蒙混过关。装腔作势吧，真要是干净的，用得着这么大张旗鼓？我看他就是心虚，想靠这点小马戏堵大家的嘴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我前儿买过他半颗萝卜，吃着甜丝丝的，家里孙子可爱吃了，也没见怎么样啊。妇人之仁，邪术那东西能让你轻易看出来，等吃出毛病就晚了。我看还是少碰为妙。
老朽行医40年，这食材天然无害，反而健脾开胃、滋阴养人，比寻常菜蔬更养身子。什么邪术阴气，纯属无稽之谈。老大夫的话，大家想必都信得过。今日在场的各位都可以上前免费尝尝，到时候心里会自有分寸。真的假的？老大夫都这么说了，要不咱们尝尝，反正也不花钱。老大夫可是县城最有名望的医者，他说的话还能有假？尝尝就尝尝，反正又不亏，大不了不好吃吐了就是。甜、脆，汁水还足，哪有什么阴气，分明是仙气。就是，我吃了半辈子菜，从没吃过这么鲜的萝卜，这笋汤也鲜，一点怪味都没有。各位乡亲，别信那些谣言了，这菜好得很，比咱们自家种的好吃10倍。咦，站住！这不是昨儿在街头散播谣言，说这菜吃了闹肚子的地痞吗？怎么现在想跑？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到处散播谣言的？今天不说清楚，别想走出这条街！轻点儿，胳膊要断了，有话好好说，动手动脚算什么本事？快说，是哪个缺德鬼让你造谣的？好好的生意都被你搅黄了，平白无故污人清白，安的什么心？就是，不说清楚，今儿别想走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没人指使我，你们别冤枉好人，快放开我，不然我喊人了啊！随口说说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你不肯说，那咱们就去县衙大堂说。别送官！我全说，是同福楼李掌柜，他给了我500文，让我散播谣言的。500文，就为了500文，你就敢昧着良心毁人家名声，也太下作了！各位大爷饶命，小的也是一时糊涂，被钱迷了心窍。好你个李掌柜，自己生意不好就造谣毁人家，缺德！这种人就该报官。不行，我得去办个菜书雅帖，以后防着李掌柜这种小人。是同福楼李掌柜。完了，林杏儿，我跟你没完！在下林家村林杏儿，特来办理菜书雅帖。如今谣言已清，供货量要翻番。有了正式牙贴，入市供货也名正言顺。办牙贴是吧？先把地契、理政保书都拿出来，我核对一下。大人，这是我们的地契和悦来君长期供货合约，请过目。哟，林大老板来了，想办牙帖？孙飞，你不是被护房停职查办了吗？怎么会在衙堂当差？本官的差事还轮不到你一个乡野农户操心。如今衙行的农户入市核验、牙帖发放，正归我管。没有理政联保文书办不了，农户入市的规矩都不懂，就这半吊子手续也敢来办牙贴？回去补齐了再来。劳孙文书再看看，联保文书我也带来了，该有的签章半分不少。没用，你那荒坡野地本来就是寸草不生的废地，就算随便种了几棵菜，也算不上正经农户产出，办不了。孙文书，我的地契上清清楚楚写着，3亩荒地已开垦为良田，产出的菜蔬与寻常农户无异。悦来居张掌柜可作证。悦来居，一个开饭馆的算什么证人？他跟你有买卖往来，自然帮着你说话，这种人情作保当不得数。那粮店的刘掌柜呢？他常年收我的红香麦，按上等粮价结算，粮行的信誉总该作数吧？他也可以为我作保。李杏儿，你少拿那些人来压我，我说办不了就是办不了，别在这儿胡搅蛮缠，再闹我就要差役把你赶出去。我们地契保书样样齐全，按朝廷规矩就能办，你凭什么拦着？凭什么？就凭你们的菜蔬长在荒坡野地，来路说不清道不明，也配办正式牙贴入市？他们分明是故意刁难，条条规矩都写在绿则上，到他嘴里就全部算数了。孙飞明明被停职了，怎么又出来了？别急，官面有人使绊子，那就找能管他的人。一张牙贴而已，难不住我们。可孙飞那副嘴脸，分明是跟李掌柜串通好的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周野哥，你先回村去，别跟着操心这些事儿。我去找张掌柜，托他牵个线，见见主簿，总能把这事儿理顺。不行，你一个姑娘家，我陪你一起去。
多个人多个照应，也好帮你拎个东西、传个话什么的，总好过你一个人奔波。不用，你回去照顾好李嫂子，她今儿储槽扭了腰。行吧，那我先回村，你自己小心点儿。要是谈不拢，也别硬来，大不了咱们再想别的法子，千万别受委屈。妹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牙帖办得如何？没办成，孙飞拦着，手续全期也横竖不肯办，一会儿说宝树不合规，一会儿说荒地的菜不算正经农户产出。这孙飞，分明是跟李掌柜串通好的，故意卡咱们的脖子。妹子，你别急，咱们想办法。掌柜的，晚辈听说您与县衙主簿大人素有交情，不知此事当真？你消息倒是灵通，主簿大人与我老张是20年的老交情了。当年他赴京赶考，路费还是我岳来军出的。掌柜的，晚辈想请您引荐登门拜访主簿大人。牙贴的事，还需大人说句话才能顺理成章。这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的事儿就是我老张的事儿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主簿府，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我的。谢掌柜的，晚辈备了厚礼，还请掌柜的帮忙美言几句。哈哈哈哈！美言，妹子，你的菜就是最好的美言。主簿大人尝过你的玉萝卜，早就赞不绝口了。哈哈哈哈！烦请通报，岳来居张德贵带林杏儿求见主簿大人。张掌柜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大人，今儿是带一位小友来拜见您。这位是林杏儿，村西开荒种菜的后生，踏实肯干，是个难得的好苗子。大人，晚辈在村西开荒3亩，种出的菜蔬想正经入市，却被人卡了牙贴。晚辈备了些薄礼，不成敬意。大人，这就是我常跟您提的玉萝卜，您上次吃了一直念叨，这都是林杏儿自己种的，外头有钱都难买着，您再尝尝。汁水足，一点辛辣味都没有。这萝卜比宫里进贡的还强3分。大人谬赞，晚辈今日来除了求牙贴一事，还有心意为县衙尽份力。日后县衙用菜用粮，优先供应，价钱按市价8折。姑娘，你可知县衙每月用菜用粮，可不是小数目。晚辈知道，但晚辈更知道，一心为民，县衙的差役们日夜操劳，理应吃些好的。好，有这份心意就难得。你踏实有心，又懂种地的本事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入市的事儿我准了。后生可畏，拿着我的条子去衙行，我看谁敢拦你。谢大人成全。哟，这不是林大财主吗？又来碰钉子，难不成还没死心，非要在我这里耗着？这次能办了吗？林老板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这就给您办，这就办。主事大人，仅凭一张私人纸条就破例，未免不合田产入市的既定规矩。孙飞，主簿大人的条子在此，你区下差役，也敢质疑上官指令，安分站一旁，不许多言。孙文书，按章办事，辛苦了。种子总算都播下去了，可我这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。这荒坡地贫瘠了多少年，真能长出东西来？周野哥，你信我，这地虽荒，但只要适得当，定能变出金疙瘩。我自然信你，只是这红香麦、玉萝卜、青笋3种作物混种在一处，我听都没听过这般种法。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
咱们要种，就种县城里那些掌柜见都没见过的稀罕物，寻常田地种不出的，咱们这荒坡偏能长。你总有这些稀奇古怪的道理。为了这几亩地，你熬了多少个通宵，人都瘦了一圈。好了好了，天黑了，你快回村，夜里风大。你呢？我守着田地，山里野物多，刚播的种子不能让畜生糟蹋了。守一整夜，这怎么行？你穿这么单薄，万一冻病了。放心，冻不坏。明日一早你来，我保准给你个天大的惊喜。那，你千万添件衣裳，明日我鸡叫就来。林泉啊林泉，今夜全靠你了。林涛白日里在坡下转悠了3圈，定是没安好心，得让苗赶紧长起来，迟则生变。林涛，你夺我祖屋，欺我10年，我定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林杏儿是怎么从这烂泥里爬起来的。这是咱们昨日种的地，红香麦齐整冒出嫩黄麦叶，那青笋抽出茎秆。如何？我说过给你惊喜。耶，这红香麦竟长得极细高了。这玉萝卜苗肥厚的跟手掌似的。杏儿，你到底使了什么法术？哪有什么法术？是我昨夜没睡，给他们讲了半宿的道理，劝他们争气些。少贫嘴，咱们真的有指望了，是不是？不是有指望，是这日子已经来了。我帮你摘这玉萝卜。天哪，这萝卜竟然能拔了！杏儿，你快看！看见了，周野哥，来，咱们赶紧采摘，今日就送进城。让那群掌柜开开眼。妹子，这才1日功夫，你就送货来了？张掌柜，验货吧。这玉色比昨日那批还要透亮3分，这笋脆嫩的能掐出水。你这菜到底是从哪儿变出来的？掌柜的，来源您别问，只管说要不要。要，当然要。这等货色，全城找不出第2家。这样，往后你每日能供多少，我悦来居包多少，价钱比昨日再高2成。张掌柜爽快，一言为定。妹子，你这货来得太急，我得问清楚。昨日才定下供货，今日就挑着担子来了。你这菜，莫不是从别处收来的？张掌柜，我林杏儿是什么人，您还不清楚。我若是从别处收来充数的，您这悦来居的招牌，我敢砸吗？这倒是，可你这速度，实在让人心里没底呀。掌柜的，您只管验货，货好便收，货孬便退。我林杏儿做生意，凭的是良心，不是嘴皮子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份痛快。来，伙计，过秤。妹子，这玉萝卜60斤，青笋50斤，一共10罐。谢过张掌柜。下一步就是把我家的祖屋夺回来，再修缮一下祖屋。妹子，
你可算来了，我这眼都快望穿了。刘掌柜，上回的麦子卖得好。好，呵呵，何止是好，那批红香麦一上架，半日就抢空了，有个老主顾连买了3斤。那掌柜的今日打算收多少？收多少？你有多少我收多少。哟，这比上回的还要饱满。你这麦子真没施鲜肥。掌柜的，鲜肥没有，汗水倒是流了不少，给个价吧。上回20文，这回我出22文，但条件照旧，只能供我一家。22文，刘掌柜，上回您说20文是天价，这回怎么自己往上加了？你那麦子一上架，我粮店的门槛都快被踩破了。隔壁老陈头说高价抢你的货，我不加价，你能留得住？刘掌柜倒是实诚，可22文还是低了。低？妹子，你胃口不小啊！22文已是全县最高价了。掌柜的，您方才说隔壁老陈头要抢货，那您猜我若挑着担子往他那儿走一趟，他能出多少？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的。有言在先的是不压价，可是不许货比3家。刘掌柜，我这麦子金贵，价高者得，天经地义。25文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牌了。成，这一共是50斤，我家里还有250斤，明日我给您送来。成，明日我不在店里，你放到这儿就好。这10贯我先给你，你收好。现在出货量大，光靠我自己背这些粮食实在不行，我得去买个马车。他怎么连主簿都搭上了？他到底使了什么妖法？妖法？他林杏儿一个住破窑洞的穷光蛋，能使什么妖法？定是那张掌柜在背后使银子。张掌柜，悦来居那个，他凭什么帮林杏儿？哼，凭什么？就凭周野那3亩破田长出来的萝卜麦子，让悦来居的门槛都快被踩破了。谁给他赚钱，他就帮谁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就眼睁睁看着他拿下牙贴，在县城里站稳脚跟？去找舅舅，田税粮上做手脚，不能让他这么顺。舅舅，他都被调查了，还能管事儿？停职是暂时的，他在户房多年，人脉还在。只要他还坐在那张椅子上，就能让林杏儿交不完税，纳不够粮。对，3亩荒地按上等良田收税，他林杏儿不是能种吗？不是长出来的东西金贵吗？那就让他按金贵的地价交税。就是这个理。成，我这就去找我舅舅。小心点儿，别让人看见。妹子是要买运货马车，我这里有大小2款，小驴车轻便，大骡车载货量大。我每日要往返村镇运送粮食、菜蔬，带货量得足，雨天还要护住货物不沾水。这款最合适，车厢带防雨棚，2头骡子脚力稳，拉上1000斤货都不费劲，售价12贯。马哥，12贯实在偏高了。我刚结清一批麦子货款，手头现银有限，您看可否便宜点？我给你说的都是最低价了。马哥，往后我常年要拉，指不定隔断时日还得来你这里检修车辆、更换牲口配件，算得上长久主顾。这车木料都是硬杂木，骡子也是精挑的壮口，12贯已经是实在价，最多给你让利1贯。我常给悦来居粮库大批量供货，身边不少乡邻都需要运货车辆，能给你带来不少客源。9贯如何？今日当场付钱。罢了罢，看你是做长久正经生意的农户，还能帮我招揽客人，9贯就9贯，亏本交你这个朋友。马哥，这是9贯，这马车我就牵回去了。去吧。
有了马车，往后不用再辛苦挑担了。林杏儿，你那3亩荒地经县衙重新查验，定为上等良田，今年税粮按上等收。3亩荒税粮翻3倍，这分明是故意整人啊！这意味着林杏儿要多交几百斤粮食，可不是嘛！孙飞是林涛舅舅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哟，林老板赚了大钱，都买上马车了啊！那就多交点粮吧。凭什么？这规矩也不是你们定的吧？怎么舍不得？马车都买得起了，多交点粮不愿意啊？孙文书，按章办事，自当遵从。按章办事，你倒是会说漂亮话。上等良田的税粮，1亩300斤，3亩就是900斤，限期10日，一粒不能少。900斤。孙文书，这3亩地昨日还是荒地，今日就成了上等良田，这参验未免太快了些。你在质疑县衙的勘验结果？林杏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县衙的文书，轮得到你一个种地的质疑？别给脸不要脸！孙文书说是上等良田，它就是上等良田。你敢抗税，现在就锁了你！他就这样应下来了，指不定钱来路不正，突然我怎么被人针对？哼，就是一个没爹娘的穷姑娘，突然发了财，哪有什么正经路子？我早说了，那地邪门，哪有1夜长苗3日收成的？定是用了什么妖法，不然县衙怎么会盯上他？妖法？我看是傍上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主。悦来居的张掌柜凭什么给他高价？这里头的水深着呢。对，不然孙文书怎么不查别人，单查他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杏儿的菜是正经种出来的，悦来居和粮店都跟他合作，怎么就不正经了？哟，你这么护着他，是不是早就……就是，你俩天天孤男寡女的待在一起，传出去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你们血口喷人！杏儿是凭本事种地赚钱，你们凭什么污蔑她？凭本事？你年纪小，别被人骗了。正经种地能种出这等奇货，还能让县衙亲自下来加税？这里头的门道你懂什么？听婶儿一句劝，离这扫把星远点儿。你看他刚冒出头就被县衙盯上了，这就是命。别到时候连累你们家。周野哥，这点小伎俩我还不放在眼里。不放在眼里？林杏儿，你好大的口气！900斤粮，10日之内少1斤，我就封了你的地，把你的破马车也充公抵税。孙文书，10日之后，晚辈自会如数奉上。不过这税粮怎么来的，您心里清楚，我心里也清楚。你威胁我？不敢，晚辈只是提醒孙文书，这县城里眼睛多着呢。您这勘验文书，未必能堵得住所有人的嘴。林杏儿，你给我等着！10日之后交不上粮，我让你这破马车都抵出去，我让你滚回那破窑洞啃树皮！杏儿，他们太过分了，你为什么要拦着我？哎呀，周野哥，他们不配你去跟他们动气。可那是900斤粮啊！你就算把地里的收获全交了也不够啊！10日你能上哪儿去弄900斤？周野哥，你信我吗？我信，我自然信你。可这不是信不信的事儿。信我就好。10日之后，你且看着，
孙飞是怎么自己打自己脸的。杏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法子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一起想办法。这法子只能我一个人走，你帮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可我怕他们把你逼上绝路。孙飞这点伎俩，比起当年林涛把我像狗一样撵出门，算得了什么？杏儿，你回去，这几日别来找我，免得惹人闲话。孙飞，你既然急着找死，我便送你一程。大人，晚辈三母皇帝，图册上清清楚楚写着是下等皇帝，税粮本该减半，如今有人私自改了等级，请大人核验。私自改了等级？孙飞呢？喊孙飞给我滚过来！大人，孙文书在后堂喝茶呢。喝茶？让他给我滚过来！立刻，马上！主事大人，您找我？你自己看，档案上写的是下等皇帝，这户房的册子上怎么变成了上等良田？主事大人，我是按规矩。规矩？档案上写的明明白白，下等皇帝，你胆敢私自篡改，中饱私囊！大人明鉴，是林涛让我改的。林涛？好一个林涛！你们二人狼狈为奸，欺压良民，是林涛逼我的。他说只要改了林杏儿的税粮等级，逼他交不出粮，那三母皇帝就能收回来。收回来的地分我一半儿。哼，分你一半儿，好大的胃口！孙飞，你身为护房文书副司，为民办事，反倒与奸人勾结，贪赃枉法。大人，晚辈还有一事禀报。说。孙文书限晚辈10日之内交900斤粮，晚辈今日便拉了一车粮食来，按照原等级该交300斤，晚辈交了500斤。500斤？这么多？多出的200斤算是晚辈对县衙的一点心意，只求大人还晚辈一个公道。好，林杏儿，你虽是乡下人，却懂规矩识大体。本主事今日便还你一个公道。恢复林杏儿的税粮等级，去把孙飞的月钱簿子拿来。从今日起，孙飞罚缝账半月，以儆效尤。若再敢私改税粮，欺压良民，革职查办，绝不姑息。都解决完了，下一步要把我爹娘留给我的祖屋拿回来。林涛，你上次拿了李掌柜50贯，李掌柜说了，3日之内不还钱，卸你一条腿。咱们兄弟可是讲规矩的，说3日就3日，多一个时辰，你这腿就保不住。记住了，3日，50贯，
我上哪儿去弄50贯？哼，上哪儿弄？那是你的事儿，咱们只管收钱，不管来路。林大爷，这刀快得很，3日之后，您要是还不上，保证您感觉不到疼。别，我一定还，一定还！呸！还？你拿什么还？赌房里谁不知道你林涛是个空壳子，连你媳妇儿的嫁妆都输光了，还有脸说还？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，3日后来取腿，走。儿子，你怎么样？他们真会卸你的腿？不卸腿，他们是什么人？说得出做得到。娘，我完了，全完了。完了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你舅舅刚被罚了俸，自身难保，咱们上哪儿去弄50贯啊？祖屋地契呢？你要抵押祖屋？不然怎么办？李掌柜是个狠人，难道我要等他们砍死我？儿子，祖屋是咱们的根啊！你爹、你爷爷几代人都在那屋里住着，你要把它当了。根命都快没了，还谈什么根？地契在哪儿？快给我！在箱底，我给你拿。快点儿，磨蹭什么？等那群催命的来了，咱们连当的机会都没有。当真要当，这祖屋是咱们最后的指望了。指望？我林涛的指望，从来不在那几间破瓦房里。等老子翻了身，买10间、100间祖屋，快给我！翻身？你都赌了10年了，哪次翻过身？哪次不是越陷越深？娘，你别说了，要不是你哥被罚俸，咱们至于落到这步田地？3日之内，我定要弄到50贯。这祖屋就当是暂押，等我翻了本儿再赎回来。哟，林大爷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掌柜的，我想当样东西。当东西？林大爷最近手头紧得很。掌柜的，看看这祖屋地契能当多少？周老弟，这祖屋有产权纠纷吧？纠纷？什么纠纷？这地契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我听说你有个妹妹正在搜集证据，要平分祖产。这地契我不敢收。妹妹？我林涛是独子，哪来的妹妹？您那同父异母的妹妹林杏儿，如今可是红人，悦来居粮店都跟她做生意，连县衙的户政主事都夸她懂规矩。哼，红人，他算哪门子红人？他放话出来说，那祖屋本有他一份，要重新分产。这官司迟早要打。官司？什么官司？他林杏儿一个被赶出门的废物，也配跟我争祖产？配不配，我说了不算，县衙说了算。林老弟，我这当铺小本生意，惹不起官司。这地契，您另寻高明吧。掌柜的，我便宜当，50贯，不，40贯，30贯也行。哼，白送我都不要，惹上官司，我这铺子还要不要了？掌柜的，我求你了，3日之内不还钱，他们就要卸我的腿啊！卸腿？林老弟，
您这是惹上催债的了？是赌铺的人，50贯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赌坊，林老弟，您这是自作自受啊！我劝您一句，趁早把祖屋还给人家林杏儿，兴许还能换条活路。还给林杏儿？你让我把祖屋还给那个废物？废物！林老弟，如今这县城里谁还敢叫林杏儿废物？您啊，眼拙了。林老弟，你那祖屋的地段确实不错，临街靠市，人来人往，开个分号，生意差不了。李掌柜好眼光，那地段全县城找不出第二处。可你也知道，你那妹妹林杏儿正闹着重新分产，这地契未必干净啊。干净，绝对干净。地契在我手里，白纸黑字儿。他林杏儿凭什么分？凭什么？就凭他如今是县城里的红人。李掌柜，您开个价。我急用银子，便宜买。30贯，不能再多。30贯？李掌柜，那祖屋少说值80贯。这个80贯，那是没纠纷的价。如今杏儿盯着，县衙看着，我收过来还得花银子打点。30贯，不能再多了。可我欠了赌房50贯，30贯，连赌债都还不上。那林老弟另寻高明吧，我李某人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别，李掌柜，别走！怎么，想通了？成，30贯就30贯。林老弟痛快，来，咱们立个字据，3日后交钱交房。3日？怎么？3日太久，那改明日？不，3日就3日。来，祝咱们合作愉快。林涛，祖屋本就是我的，你无权私自抵押。林杏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地契在我手里，我想卖就卖，想压就压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林涛，这叠马纸是我爹当年亲笔写的分家文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：祖屋东厢归我，西厢归你。分家文书，我撕了它！我看你拿什么告我！林涛，你敢撕文书？那是你爹的笔记，我认的。你这是毁证！祖老，您老糊涂了，这是林杏儿伪造的，我爹从未写过什么分家文书。林涛，你撕得倒快，可惜我抄了10份，县衙里还存了1份原本，你撕得完吗？你早有准备。林老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说的地契干净，就是这等干净法？李掌柜，您别听他胡说，这文书是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？祖老都认识你爹的笔记，你说是假的？林老弟，你这买卖我不做了，那50贯，你想办法还给我。李掌柜，李掌柜！哟，这林涛也有今天，当年把林杏儿赶出门，如今报应来了，可不是嘛？霸占祖屋10年，还想偷偷卖掉，这心也太黑了。林杏儿这孩子苦熬了10年，终于熬出头了。这祖屋
本该有他一份。就是，当年林涛他爹走的时候，让林涛娘俩照顾杏儿，谁知道他爹刚走，林涛就翻脸不认人，把杏儿赶出门。都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这祖屋是我的，是我林涛的，谁也别想拿走！林涛，你霸占祖屋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可你想偷偷卖掉它，我林杏儿绝不答应。不答应，你能怎样？告到县衙，县衙里我有人。有人？孙飞吗？他刚被罚了俸，自身难保。林涛，你的靠山快塌完了。3日后，林氏祠堂请族老和李正公断，重新分割祖产。输的人不仅要归还产业，还要当众赔礼。好，公断就公断，老子还有后手。我等着你的后手。林杏儿，林杏儿，你以为拿下雅帖，赢了公断，就能骑在我头上？老子让你尝尝什么叫釜底抽薪。这菜青虫卵可是我花大价钱从临县弄的，1夜孵化，3日啃光。等你被找上门要违约金，看你杏儿拿什么赔。这几笼踩得狠了，明日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让他们以为是野猪糟蹋了。嘿嘿，等虫子把菜啃光，林杏儿赔不起悦来猪的违约金，自顾不暇，还拿什么争祖屋？3日后就是交货期，这批青笋要是毁了，悦来居的张掌柜能饶了他？到时候别说祖屋，他那3亩荒地都得赔进去。今日青笋该长成了，得提前摘些嫩的给杏儿尝尝。杏儿这几日忙着祖屋的事儿，都没好好吃顿饭。我摘些最嫩的青笋给她炒盘菜。这是虫子，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？昨日还好好的，这菜苗像是被野猪糟蹋了一样。完了，完了！这一批青笋是给悦来居备的货，3日后就要交，眼看就要违约。杏儿，杏儿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周野哥，怎么了？杏儿，地里全是虫子，青笋被啃光了。虫子？什么虫子？你慢慢说。菜青虫，密密麻麻的，还有好几垄被踩坏了，像是有人故意糟蹋的。故意？周野哥，你先别急，带我去看看。还看什么看？3日后就要交货了，悦来居的违约金咱们赔不起啊！赔不起也得赔，但在此之前，我得知道是谁干的。你不着急吗？那可是咱们全部的收成啊！急，但我更想知道是谁在背后捅刀子。菜青虫卵，临县才有这等品种。咱们村里种的都是白菜萝卜，哪来的菜青虫？杏儿，你看出什么了？这虫子是有人故意撒的。这几笼踩坏的痕迹，也不是野猪，是人的血印。人？谁会这么缺德？缺德？这村里想让我杏儿死的人不多，但想让我翻不了身的，就他一个。林涛。又是他！周越哥，你先回去，这事儿我来处理。处理？你怎么处理？3
3日后就要交货了，这些青笋全毁了。没事的，周月哥，相信我。信你，我自然信你。可这是虫子啊，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虫子，你怎么处理？你能让虫子飞走吗？你以为撒几包虫卵就能毁了我？你忘了，我手里还有一张你做梦都想不到的牌，林泉该派上用场。林涛啊，林涛，你果然来了。我早料到你会走这一步。灵泉万物可生，区区虫卵，何足挂齿？你撒了虫卵，我浇了灵泉。明日一早，你且看看是谁哭，是谁笑。这几笼你踩得狠，我便让他们长得更旺。你回我1分，我还你10分。这不是灵泉的规矩，是我杏儿的规矩。灵泉给了我第2次命，我便用这第2次命，活出个模样给你看。杏儿说让我别急，可我怎么能不急？3日后就要交货了。杏儿，虫子全没了，菜比之前还好。周野哥，我说过，这点小伎俩不放在眼里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昨日还密密麻麻的虫子，今日怎么全没了？还有这几垄被踩坏的，怎么长得比旁边的还旺？周野哥，你尝尝。这比昨日的还脆甜。杏儿，你到底使了什么法子？法子？不过是些土办法。夜里浇了草木灰水，虫子自然就跑了。草木灰水，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周野哥，种地的事儿你信我就好。信你，我自然信你。可这也太神了！周老弟，听说地里出事了，我这一夜没睡踏实，天一亮就赶来了。张掌柜，验货吧。妹子，你真是神了！这菜完好无损，咱们按时交货。不止按时，这比上回的货项还要好。张掌柜满意就好。妹子，你跟老哥说实话，昨日那虫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张掌柜，虫子的事儿已经过去了，重要的是货按时交了，您的生意没耽误。好，你这份定力，这份本事，张某人服了。往后悦来居的货，只认你杏儿。张掌柜抬爱，晚辈定不负所托。等着瞧吧，今日悦来居的掌柜就该上门找林杏儿要违约金了。3亩青笋全毁，他杏儿拿什么赔？还是我儿子英明，那林杏儿再能耐也斗不过虫子。林涛，你听说了吗？林杏儿地里的虫子全没了，空笋长得比昨日还旺。悦来居的掌柜刚走，说按时交货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撒了那么多虫卵，他是人是鬼？你冷静点。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花大价钱买的虫卵，半夜摸黑去撒的。那杏儿凭什么一夜就把虫子弄没了？涛，你疯了！竟然敢动你娘！不对，这不对劲儿！菜青虫卵一夜孵化，3日啃光，这是铁律。
林杏儿到底使了什么妖法？儿子，你别这样！你说，是不是你泄露了消息？是不是你跟林杏儿通风报信？你傻！我怎么会？我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呀！不是你是谁？那虫子怎么会一夜死光？那菜怎么会一夜长好？你告诉我！你告诉我！林杏儿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今日请李正大人主持，公断林杏儿、林涛祖产之争，双方可有异议？晚辈无异议。没有。林涛，林杏儿呈上的分家文书经县衙核验，确为你父亲亲笔。文书上写明，东乡归杏儿，西乡归你，你可认？这文书是伪造的，我爹从未写过。林涛，县衙存底的那份，你也说是伪造的，那这份祖老亲眼见过的原版，也是伪造的。林涛，当年你爹写分家文书时，我就在旁边。你爹亲口说的，你如今不认，是要你爹在地下不安吗？祖老，我。李正大人，就算有分家文书，可我家那口早死了。这东乡空了多少年？林杏儿一个被赶出门的，凭什么回来分祖产？李正大人，我住惯了祖屋，搬出去住哪儿啊？你当年把我赶出门时，可曾想过我住哪儿？破窑洞漏风漏雨，冬夜里我缩在草堆里，冻得浑身发抖。你可曾问过一句？我日日想着怎么把祖屋讨回来，不是为这屋子，是为这口气。你当年怎么把我撵出去的，今日我便怎么让你搬出去。我宣判，祖屋东乡即刻归还林杏儿，西乡暂由林涛居住，但需向林杏儿赔付租金，共计30贯，限1月之内交清。30贯？我哪有30贯？林涛，你没有，李掌柜有。你不是说要把祖屋卖给李掌柜开分号吗？林杏儿，你真要赶尽杀绝？赶尽杀绝？林涛，这祖屋本就有我一半，我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林杏儿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养了你10年，你就这么报答我们？养我10年？孙翠，你摸着良心说，那10年我吃的是剩饭，睡的是柴房，干的是牛马的活，这叫养？孙翠，你当年怎么对杏儿的，全村人都看在眼里，如今倒有脸说养？狼心狗肺呀！抢亲哥的房子也不怕天打雷劈，都是你撺掇林杏儿抢家产，你不得好死！再闹，我便报官，让衙役来拿人，你试试。娘，别闹了，还不够丢人吗？林涛，搬吧，这是李爪的判决，也是你欠林杏儿的。祖老，你也帮着他？我不是帮他，我是帮公道。爹若在地下有知，看你今日这般模样，怕是死不瞑目。我终于回来了。杏儿，往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。是咱们的家，但不止祖屋。我要让这全村、这全县都知道我林杏儿的名字。爹，您快看，那就是杏儿的菜地。哼，一片菜地有什么好看？值得你天没亮就拽我出门？爹，您答应过我的，来看一眼。我是答应你来看，可没答应你往心里去。周爷，你一个大小伙子，
不能整天往林杏儿的破窑洞里跑。爹，杏儿现在不住破窑洞了，她拿回祖屋了。您就不能正眼瞧瞧她吗？周伯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周也能把我耳朵炒聋。哼，这就是你种的菜。伯父，您尝尝，刚拔的，甜。我种了30年地，什么菜没吃过，还用你教？爹，您尝尝，杏儿种的菜，悦来君的掌柜都说好。悦来君的掌柜，一个商人懂什么庄稼？他懂个屁的收成！伯父，商人懂不懂庄稼，晚辈不敢妄言。但这玉萝卜，1亩地能出3000斤，寻常田地出不到2000。3000斤？爹，是不是比您种的好吃？也就那样。爹，您嘴角都翘起来了，还装？这地你施了什么肥？草木灰为主，掺了些河泥，关键是浇水有讲究。晚辈是夜间浇，少量多次，让根自己往下扎，根扎深了，苗才壮。夜间浇，你一夜一夜守着？守着，3亩地一夜要跑7、8趟，怕浇多了烂根，浇少了苗蔫，得看着土色。这闺女真能吃苦，真让人心疼。口感确实不差，但光会种地也撑不起日子。日后过日子，柴米油盐处处都是开销，不是几筐菜就能应付的。我都明白，今年秋收粮食蔬果全部售完，便能攒下一笔积蓄，后续还要再开垦荒地，扩大种植，收入只会逐年增多。就算你收成可观，可林涛、孙飞2人一直记恨你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又暗中使绊子，日后麻烦少不了。他们屡次刁难，证据我都留存。真要再刻意生事，直接上报制部，自有官府秉公处置，我不必被动受气。爹，如今制部张掌柜、刘掌柜全都愿意为杏儿作证，林涛他们翻不起大浪，不用整日担忧。我不是故意刁难你，只是周野性子单纯，容易被人算计，我生怕他跟着你卷入是非，日后吃苦。伯父体恤周野，我心里清楚。秋收若是真能如你所说，再来我家中细说。杏儿，我爹这话就是松口了，他心里已经认可你大半了。这位是林老板。大人，晚辈林杏儿，林家村的，听闻林县春荒，特来捐粮。这是红香麦。这麦子色泽金黄，粒粒饱满。林老板，这等好粮，您舍得捐？荒年不易，晚辈力所能及，理应出力。周老板，您这粮10吨，10担红香麦只是头车，后面还有2车萝卜青笋，虽不值钱，却耐储存，赈灾正合用。10担红香麦，2车萝卜青笋，林老板，这可是大手笔呀！全县乡绅加起来，也没您一个捐的多。妹子，你怎么不声不响就捐了粮？我悦来居也该出一份啊！妹子，你捐了10担，我粮店若不捐，往后还怎么在县城里抬头？张掌柜、刘掌柜，晚辈捐粮是尽本分，2位掌柜的生意，晚辈不敢牵连。你这话见外了！你捐粮赈灾是给我悦来宗长脸。来，伙计，回去拉5担精米来。我粮店捐8担红香麦，不能让林老板一个人出风头。林老板，您这一带头，全县的掌柜都动了。县令大人知道了，定然欢喜。大人，晚辈不求县令欢喜，晚辈只求这粮能送到真正挨饿的人手里。
林老板仁义，我代临县百姓谢您。奉县令大人令，林杏儿捐粮赈灾，仁义可封，特赐耕读传家匾额一放，以彰其德。林杏儿，杏儿啊，你爹若在地下有知，该多欣慰。杏儿，县令大人赐匾额了，你成全县的名人了。哼，捐粮赈灾，算他有点良心。爹，您终于肯夸杏儿了。我什么时候夸他了？我只是说他没忘本。林杏儿仁义啊，自己发家还不忘救济旁人。10道红香麦，2车萝卜青孙，这手笔全县找不出第二个。之前还说人家邪术，我看是咱们眼瞎，人家那是真本事。老天爷都帮着有本事的人。我早说杏儿那地里的麦子长得比旁的壮实，定是下了苦功夫的，哪有什么妖法？咱们村的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杏儿啊，婶子以前说了些不该说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王婶儿，过去的事不提了，往后咱们一个村里住着，互相帮衬。杏儿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听说杏儿和周爷要成亲了，老周那关过了没？老周今日都来看热闹了，还板着脸装矜持呢。我看啊，这婚事8、9不离10了。哼，晚辈杏儿不过是尽了本分，这耕读传家是咱们周家村的荣耀，是族老是乡亲们一起挣来的。好一个一起挣来的，杏儿，你比你爹强。杏儿，之前是叔想差了，听了闲话，对不住你。周叔言重，您是滕州爷，晚辈明白。换作是我，也会这般谨慎。坐，在我这儿不用拘礼。谢周叔。我看得出，你是个踏实靠谱的好孩子。我希望以后你和周爷2人能互相扶持，安稳度日。爹，您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？我说让你娶杏儿，省得你天天往人家地里跑，丢我老周的脸。爹，我哪有天天跑？没有。那昨日是谁鸡叫就出门，说是去照看地里，结果黄昏才回来，嘴角还挂着杏儿做的槐花糕渣。爹，您怎么知道？周叔，周也是帮我修补篱笆。哈哈哈，行了，你们那点事儿，全村人都知道了。我再拦着，就成了棒打鸳鸯的恶人。爹，我一定好好过日子，绝不偷懒。林姑娘放心，所有木梁都加固过，屋顶密铺新瓦，雨雪绝不会渗漏，院墙也重新夯实加固好了。有劳师傅了。这窗框可否再打磨光滑些？周野哥说冬日里风大，不能有缝隙。哈哈哈！林姑娘，您这要求比县城里的太太还细致。师傅说笑了，这屋子是要住一辈子的，马虎不得。终于夺回属于自家祖产，往后这里就是安稳落脚的家。来回盯修房子跑了好几日，快喝口水先。剩下的活儿我帮你盯着就行。有你搭把手，万事都省心不少。等房屋全部修缮完毕，咱们就能正式搬进来居住。杏儿，这几日你瘦了，等搬进来，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，补回来。谁让你做好吃的？你会做饭吗？不会可以学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学。杏儿，这月季是我从县城花市挑的，说是花开的久，能开到深秋。真好看，周野哥，你怎么突然种这些？杏儿，你说过你喜欢花，我记着。我就随口一说。你随口一说，
我记了一辈子。